百期详解红白机全游戏巡礼。大家好，我是雷文。大概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调整了这个系列更新的频次和每期节目的介绍游戏的数量，相比之前每期的游戏要少了几个。但是做了几个月之后发现呢，花在这些内容制作上的时间并没有节省太多，节目的时长也很难控制在20分钟出头。主要还是因为红白机后期的游戏内容相比之前的更加复杂了，想要讲清楚得多花一些时间。本来是有在做点其他新节目的想法的，现在只能暂时搁置了。目前还是保持每周更新一期红白机的系列，同时不定期的更新 PCE 的游戏。今天要介绍1990年9月发布的作品。回到未来2、3这款著名的游戏由 LJN 发布。本作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是 FC 和 NES 史上最烂游戏的有力竞争者。我不知道 LJN 是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邪恶彩虹的，但这其中一定有回到未来系列的功劳。这个系列的第一款游戏1989年9月发布，在第55期节目里已经介绍过了。本作回到未来2、3根据同名的电影改编，游戏里的故事对应了系列电影的第2部和第3部，游玩的内容也分成了2个部分。第2部讲述了为了阻止未来的儿子犯罪，马蒂被博士带到了2015年，与此同时，比夫拿着格雷体育年鉴穿越回来1955年，把书交给了年轻的自己。接下来的30年里，比夫利用年鉴中的信息，在每场体育赛事当中都赢得了赌注，直到1985年，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为了确保没有人能够拿到这本年鉴，比夫收集了各种物品，将它们分别锁在3个不同的时空里。这一举动扰乱了时空，希尔古镇已经成为了废墟。马蒂必须前往这3个时空，找到所有的物品，并将它们放回原处，才能取回年鉴并将其销毁。玩家控制主角马蒂一开始出现在街道的横漫场景，通过跳起来踩或者投掷道具消灭敌人。有些小巷子的通道可以进入，能够连接到其他的街道场景。在这些场景里，马蒂可以收集2种道具，一种是垃圾食品，每收集100个奖励1条生命；一种是时间机器所需的燃料。屏幕的下方会显示生命数和收集品的数量。有些类似马里奥的管道可以进入，在下水道里能够拿到大量的垃圾食品和获得奖命。击杀特定的敌人得到钥匙，这些钥匙用于打开关卡中的物品房间。进入物品房间后，在画面的顶部倒计时结束前，拿到房间里全部的时钟，就会出现一个奖杯。得到奖杯就算是找到了比夫藏匿的物品之一。之后要在场景里寻找另一种谜题房间，它们一般隐藏在排水管或者是孔洞里。在谜题房间内，要先按正确的顺序解开单词的谜题，然后从物品栏里选择单词对应的物品。当然，前提是你得先拿到这个物品，用正确的物品交换得到一张年鉴的拼图。如果解谜错误，物品就会丢失，需要到物品房间重新获取。因为要收集的拼图非常的多，所以流程就是拿到钥匙，进入物品房间拿物品，进入谜题房间获得拼图，不断的循环直到集齐全部的拼图。这些房间分布在1955、1985和2015 3个时代，因此还得坐上德罗宁汽车，在3个时代之间来回穿越。当收集到全部的拼图，就会获得年鉴，然后出现一段剧情，表示对应电影的第2部分已经完结，接着进入电影的第3部分。故事是马蒂将所有的物品归还原位，并且烧毁了年鉴之后，收到了一封博士从1875年发来的信。信中说博士被困在了过去，马蒂必须驾驶德罗宁汽车穿越回到过去营救博士。这部分的游戏玩法和之前的部分完全一样，只是街道的背景变成了荒野的西部，角色和敌人的形象也变了。同样的，收集钥匙，物品房间在这个部分变成了山洞，然后进入谜题房间解开单词谜题。这部分要收集的物品数量少得多，因此流程也比前一部分要短。单从游戏的玩法和设计来看，它确实是一款垃圾游戏，但也只是普通的垃圾水准。除了极少的过场剧情，其他几乎和原著没有什么联系。对马里奥的粗糙模仿、抽象的敌方角色、糟糕的操作、重复和无聊的关卡，还有很多不合逻辑的设计，受限于篇幅就不细说了。不过最让人无语的是，开发方很自信地把这套垃圾玩意的流程做得很长，而且还分成了第2部和第3部。
让那些有强迫症一定要通关的玩家备受折磨。我估计这可能才是让他臭名远扬的原因。个人评价1星半。战斗坦克，这是 Absolute 发布的一款驾驶坦克战斗的作品。游戏的开发源代码原本是为了 C64 平台上一款太空飞行游戏而准备的。虽然本作并不热门，但后来也在其他的平台上发布过2款续作。玩家驾驶一辆坦克战斗，以驾驶舱内的第一人称视角显示。基本的操作按住 A 键结合上下方向键，让坦克移动并且加减速度，左右方向键转向。单独的按上下方向键是调整炮管。按下开始键显示一个大地图，地图上呈现我方坦克和敌方的军事单位以及设施，也能在地图上控制坦克移动。驾驶舱内的视角，画面的下方有一个仪表盘，仪表盘上从左到右依次是坦克剩余的油量、实时的速度，中间有一个小型雷达，能够呈现附近敌人的方位，右边是4种可以使用的武器和对应的弹药数量，有150毫米火炮，这是最常用的，还有导弹发射器和烟雾弹，这2种在每个关卡里可以使用的数量相当少。最后一个是.50的机枪，按 B 键发射炮弹，用选择键切换当前的武器。总共有10个关卡，在每关的开头显示任务的指令。关卡的目标主要是摧毁油罐和发电厂、桥梁这类基础设施，还有对付坦克、直升机等几种敌人。我方坦克能够承受的伤害很有限，敌方的攻击也很难躲，同时还要躲避地雷。每个关卡的任务模式都差不多，到后面的关卡，如果受到的伤害太多，或者消耗了大量的燃油，可以在地图上标有营地的地点进行维修和补给。这款游戏操作上手得稍微适应一段时间，掌握之后短时间内能够获得一点游玩的乐趣。不过玩法比较单调，每关都差不多，画面的水准也不高，没有 BGM， 听着单调的音效时间长了容易犯困。个人评价2颗星。集中力竞赛秀，也翻译为经典集中营，是一款电视节目改编的游戏，由 GameTag 发行。之前已经介绍过不少这类电视节目改编的游戏了，基本上都是 GameTag 这家公司出品的。这档电视节目的英文原名叫 Concentration 或者 Classic Concentration， 从1958年开始就由美国的 NBC 播出，一直到1991年。节目的规则经历了几次调整修改，这款游戏对应了最后一版电视节目的规则。游戏开始可以选择单人对战电脑或者双人对战，然后选择角色形象并起名字，2名选手在擂台上竞猜。在一个5×5的桌面上放着25张卡片，都标有数字的编号。先是类似神经衰弱的找对子的玩法，一名选手任意翻开其中的2张卡片，如果没有配对成功，轮到下一个选手，卡片被还原成背面的数字编号，如果配对成功，翻开的是2个相同的单词，卡片被移除，同时该选手获得这个英文单词。在原版的节目里，这个英文单词对应的是奖品。成功配对的选手可以继续翻开卡片，当这些卡片不断的被移除，底部被遮挡的图片就会逐渐的显现出来。这个图片对应了一个谜题，正在配对的选手也可以尝试解开谜题，答对的话就算赢得了这一轮的比赛。和竞争对手的比赛采用3局2胜，获胜的选手进入最终的大奖环节。桌面上的卡片变成了3×5的格子排列，这15张卡片里有7对可以匹配的单词，分别对应7种不同的汽车。剩下的1张卡片无法配对，如果在35秒的倒计时内将7对卡片全部配对成功，最后一个配对成功的卡片所对应的汽车就是获胜选手的最终大奖。原版的电视节目采用这种规则还是很有趣的，但是作为电子游戏来说，内容就太单调了，相当于神经衰弱和猜谜的小游戏。而且这款游戏里电脑的 AI 设置有些问题，有的时候好像能透视一样，没有翻开过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连续成功配对3到4组，出现这种情况就没法继续玩了。个人评价2颗星。圣铠传说2，也有中文翻译叫铁手套2。这个系列初代作品的 NES 版在1988年7月由雅达利旗下的天元发布，在第37期节目里介绍过。
今天介绍的这款《圣海传说2》，原版是1986年雅达利发布的街机版，也是移植并登陆了各大平台。NES 的这个版本发布的时候，雅达利和任天堂已经在就平台授权的问题打官司，天元已经不能够在 NES 主机上通过正常的方式发布游戏了，所以这个版本由 Mindscript 代理发布。这一作是对街机更加直接的移植，没有故事剧情，本质上来说是初代的扩展和延续，基本玩法没有变化。在开始的人物选择界面还是4个角色：战士、女武神、法师和精灵猎手。人物选择界面不像前作那样有图片，而是在画面的下方选择对应角色的职业名称。这些角色的特性也和前作相同，战士攻击力强，速度较慢；女武神比较全面，拥有最强的护甲；巫师速度慢，护甲和生命值也比较弱，魔法能力最强；精灵猎手速度最快，攻击力较弱。本作在系统上最大的变化是使用扩展设备可以实现4人游戏，不同的玩家也可以选择相同的职业，1到4号玩家分别用4种不同的颜色区分人物，对应到屏幕底部的信息栏也很容易分辨。游戏以俯视角进行，要在每个迷宫的房间里找到出口通往下一层。角色的生命值用数字表示，会随着时间不断的减少，受到攻击或者陷阱的伤害会快速的消耗。沿途除了消灭敌人、清除刷怪的窝点、躲避陷阱、收集宝箱获得分数，有些上锁的宝箱需要用钥匙打开，钥匙是消耗品，在场景里收集的钥匙数量显示在画面下方对应角色的下面。道具的种类相比前作更加丰富，有几种增加生命值的食物，不同效果的魔法药瓶，不同强化类型的护身符，像是短暂加强攻击威力、远程攻击带有反射效果、隐身等等。另外还有几种负面效果的道具，新增加了一些关卡的元素，有一种叫做 Eat 的敌人，如果接触到玩家，角色的名字就会多一个 Eat， 这是会吸引所有的敌人向他靠近。陷阱随处可见，有造成大量伤害的酸液池、隐形墙壁、魔法墙、眩晕砖块和假的出口等等。有的敌人常规攻击无法消灭，要尽量的躲避。还有特殊的怪物巨龙，消灭它掉落超级宝物和提升能力的特殊道具，这些宝物也可能出现在隐藏的房间里。总共有100个关卡，前5关让玩家熟悉一下游戏的环境后，从第6关开始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圣海传说的初代发售后不久，雅达利就举办了一场竞赛，收集关卡设计和各种创意，并将其中优秀的设计创意运用到了这款续作当中。NES 的这个版本相比初代画面上有了一些进步，道具运用和关卡设计是这个系列的特点。这一作的丰富程度相比初代又上了一个档次，游戏性和耐玩性都相当的出色。声音方面比较薄弱，虽然有不少合成语音做得还不错，但战斗的音效比较简陋，除了过关短暂的 BGM， 其他的时候都没有音乐。4人的模式很适合聚会，如果有小伙伴能一起玩，一定是非常愉快的体验。个人评价4颗星。梦之勇士也翻译为睡梦英雄或者睡衣英雄，卡普空开发发行的一款平台动作作品，由藤原德郎担任制作人。游戏如果按照英文的原名直译叫小尼莫梦境大师，改编自日本 TMS 娱乐1989年的动画电影《小尼莫梦乡历险记》，而电影本身又是来自于一个很老的连环画小尼莫，它是美国漫画家温斯麦凯20世纪初的作品，当时也有无声动画短片。游戏最先发行的是美版，日版和欧版在几个月之后发布。故事讲述了小男孩尼莫在奇幻梦境中冒险，目标是前往噩梦之地，从邪恶的噩梦之王手中救出梦乡之王墨菲斯。在横版的场景里，玩家控制小尼莫可以移动和跳跃，大部分时候他的攻击方式是使用无限量的糖果，将糖果像抛物线一样扔出去，砸到普通的敌人会让对方暂时失去意识。当遇到一些特殊的敌人，连续为他们吃下3颗糖果，能让对方睡着。尼莫可以像穿衣服一样模仿他们的样子，或者骑在他们的身上，这样就能使用这些敌人的特殊能力，像是变成青蛙能跳得很高，还能在敌人的身上来个腹部着地；变成鼹鼠能挖开泥土，但它不能跳跃和攻击；骑在蜥蜴的身上可以爬墙，还能进入狭窄的空间；大猩猩也能攀爬，还可以用拳头击打敌人。
变成黄蜂能飞行并投掷针刺，还有螃蟹、比目鱼和老鼠等等。常规的状态下，小尼莫有3格生命值，在获得特殊能力后，有的能让生命值的上限增加，也有些道具能补充和增加生命。在关卡里要运用不同的能力收集钥匙，拿到钥匙的数量显示在画面的下方，之后来到关卡末尾的门，当钥匙的数量足够对应门的旁边锁的数量，就能够过关。游戏的8个关卡对应8个梦境世界，前2关是蘑菇森林和花园，第3关的主题玩具屋是一个在玩具火车上强制滚动的关卡，没有变身。第4关夜海是一个水下的世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游泳。第5关尼莫的房子有很多的平台，也有上下滚动的画面，规模比前几关要大一些。第6关云上废墟，从房顶登上云层，中间有一段画面强制纵向滚动的场景。第7关颠倒世界，这一关的场景全是倒过来的，虽然也要收集钥匙，但过关后有一段遇到卡米尔公主的剧情，公主将诚心魔杖交给尼莫。来到最后一关噩梦之地，除了和前面一样常规的操作，还要用魔杖先对付2个小 boss， 魔杖既能够攻击，又能够充电发射能量球，最后再击败噩梦之王。这款游戏对于很多的国内玩家来说都是知道内容但又叫不出名字。我接触这部作品是小时候看电视，我们当地的电视台那个时候有一个专门介绍红白机游戏的节目，主角的能力和天马行空的场景设计让人印象深刻。本作在卡普空的游戏当中，关卡设计算不上最顶尖的，但在充满想象力的梦境世界里探索，新鲜的玩法，童话般的故事，鲜艳的色彩和卡通形象，配合高质量的音乐和画面，让它显得足够特别。尽管如此，藤原德郎的游戏难度还是充满了挑战性。个人评价4颗星。反重力战士由 Kid 开发了一款科幻题材的平台动作类的作品。NES 的美版由 Texan 发布，欧版由任天堂发布。有一个简单老套的故事背景，星球被外星人入侵，反重力战士被派来和他们对抗。游戏的特色在于这套战斗系统，按 B 键发射冷冻枪， B 键结合方向键上和下，分别向上下2个方向使用长矛。 A 键跳跃，按住 A 键能跳得更高，大约有3/4的屏幕高度，所以叫反重力战士。在空中也能向上下方向使用长矛或者开枪射击。面对敌人时，冷冻枪不能消灭敌人，只能将他们暂时定住，用伸缩的长矛干掉他们。有几种强化道具，蓝色图案的升级冷冻枪，升级后能同时朝多个方向射击，最高到3级。红色图案的是强化长矛，长得像翅膀的是强化跳跃，提升后能进一步的摆脱重力的影响。除了冷冻枪和长矛，还有4种辅助武器，它们都是消灭敌人后掉落获得。拿到对应辅助武器后，按下暂停键切换到武器选择界面，选定的辅助武器会出现在屏幕的下方，这时再按选择键，在冷冻枪和辅助武器之间切换。辅助武器的威力也可以升级，升级后的效果和冷冻枪一样，朝多个方向发射，但它们都有弹药数量的限制，通过不断掉落的道具来升级和补充弹药。有朝前方发射的火球、回旋镖、扔炸弹和发射立场波。还有一种攻击手段是夺取敌人的载具，消灭某些特定的敌人后，直接进入他们的载具，这时使用载具上的武器攻击，直到屏幕右下方的倒计时结束。有在陆地上的机器战甲，能悬停在空中的飞行器等等。另外还有其他动作游戏里常见的道具，蓝色的药瓶能恢复血量，比较特殊的红色药瓶是毒药，如果拿取会扣血。字母 S 的道具有短暂无敌的效果，还有奖命的道具。游戏总共分成5个大的章节，每个章节又有几个场景，场景的末尾都有 BOSS 战， BOSS 的数量有10几个之多。尽管这款动作游戏的一整套战斗系统很突出，有冷冻枪结合长矛的组合攻击，克服重力的长时间滞空，再加上4种辅助武器，还有不错的关卡设计，数量可观各有特点的 BOSS。 但卡顿不连贯的画面拖累了整体的表现，丢掉了原本应该具备的爽快流畅感，甚至让操作也变得有些滞涩，这就让整个的游戏体验大打折扣。个人评价3颗星。
殖民计划 MULE。游戏的英文名字的4个字母 MULE 对应了英文单词里的骡子，所以这款游戏也被称为骡子大作战。画面看着非常的简陋，但内容并不一般。原版是来自于1983年雅达利8位电脑，是 EA 早期发布的几个游戏之一，后来主要在一些电脑平台之间移植。登录到 NES 主机时，并没有对画面和音乐做改良和优化，基本上就是直接照搬。这个版本由 Metascape 发布，类型属于策略模拟，可以1到4名玩家同时游戏，每开一局都是4个角色，玩家不足4人就由电脑来补足。背景设定在虚构的伊拉塔星球，在这块殖民地上管理资源，寻求发展。玩家要设定自己的代表颜色，然后从8个殖民者的种族当中选择一个，每个殖民者都有自己的特性和擅长的方面。选定后被一艘飞船运送到殖民地，然后按回合制进行，4个角色轮流行动。一开始每个角色拥有的金钱和资源相同，然后各自从地图上选择一块地开始发展，用颜色代表所属的玩家。主要的发展方式有3种：种地、挖矿和采集能量，分别对应了食物、矿石和能源3种资源。如果是锦标赛模式，还有一种水晶石。所选取的土地位置会对开发造成影响，像是有河流就适合种地，有山脉适合挖矿，空地适合开采能源。接着就是使唤骡子 MULE 在游戏里指的是多用途劳动力元素，花钱购买这些机械骡子，然后要安排他们的工作，通过选择画面中的不同的门，决定骡子是种地、挖矿或者是采集能量，之后将他们带到自己的土地上开始劳动。这时得确保角色处在方框内，否则骡子会跑掉。游戏的核心是通过自己开发和买卖来平衡好这3种资源，会有一个交易的环节，卖掉你多余的并补充不足的。3种资源是互相依赖的关系，食物不足会导致回合时间缩短，能量不足，部分地块无法产出，矿石短缺将导致骡子的价格上涨，并阻止商店生产新的骡子。这个环节像是一个供需关系的模拟，可以拒绝向其他的玩家或者商店出售资源来制造和利用资源短缺，这将导致在接下来的回合里推高资源的价格。也可以进行阴谋诡计，互相串通，串通会启动一个允许进行私人交易的模式。水晶石是个例外，不受供需关系的影响。交易的环节很能体现在星球和其他的对手一边合作一边竞争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些随机的元素，前往酒吧可以赌博，还有些周期性的随机事件，例如骡子逃跑、太阳黑子、太空海盗的盗窃以及陨石撞击等等，效果有好有坏。游戏有3个模式：新手、标准和锦标赛。3个模式经历的轮次和时间不一样，但最终都是金钱得分最多的人获胜。这款游戏本身极具创意，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供需策略模拟器，但它又是一个很原始的移植版。作为雅达利上的原生游戏，画面音效不但相差了很多，操作也受到了雅达利控制器的限制，移植到 NES 上却没有任何的进化。蹩脚的操作和屏幕上滚动的英文句子都透着古早的原始感，如果厂商花点心思的话，很容易让它变得更好。个人评价3颗星。疯狂大楼，你也可以叫它狂气之馆或者疯狂学园。这款在欧美大名鼎鼎的文字冒险游戏，原版是卢卡斯影业游戏于1987年发布在电脑平台上，采用了名为 SCUM 的冒险游戏引擎。1988年就登陆了红白机，在第41期节目里介绍过这款游戏的 FC 日版，当时也有提到，日版和今天要介绍的 NES 欧美版是2个不同的独立版本，日版是由杰利可开发的，而 NES 版是由卢卡斯影业游戏自己开发的，发行方仍然是杰利可。2个版本虽然在系统玩法和内容上差不多，但也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20年前，一颗有知觉的流星坠落在弗雷德医生家的豪宅附近，他给弗雷德一家洗脑，并指示弗雷德获取人脑用于实验，研究死而复生的方法，并计划统治世界。几年后的一天，当地一所学院的偶像桑迪误入了疯狂的豪宅，桑迪的男朋友戴夫担心他的安危，和同学们组成了一支救援队进入豪宅。开始选择角色，除了主角戴夫，还得加上2个同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不同的角色能力也决定了后面流程里的解谜方式和路线。进入场景后，
基于 SCUM 的引擎，操作和传统的第一人称文字冒险不同，几个主角人物会出现在屏幕上，人物对话和信息出现在屏幕的顶端，画面底部有几排动词指令。如果要执行某项操作，方向键控制光标，先按 A 键选择动词指令，然后用光标选择画面中的对象来执行。将光标悬停在场景不同的位置，也会显示对应的信息。使用下方指令栏里右侧的 New Key 的指令，在3个角色之间不断的切换，分别控制他们完成相应的解谜。探索具有相当的自由度，中间还会穿插一些过场动画的剧情。关于剧情和解谜的特色，之前介绍日版时已经提过了，这里就不重复介绍。来聊聊这个版本和日版不一样的地方。日版的角色绘制偏可爱的风格，房间尺寸普遍偏小，屏幕采用固定的画面，人物走到边缘后画面会切换，而美版的图形是完全重新绘制的，风格和电脑原版差不多。同时很多的背景细节是日版里没有的，在较大的场景里，屏幕画面会跟随人物的移动而滚动，背景音乐也完全不一样。游戏原生的语言就是英文，因此这里不存在日版里的各种翻译问题，能够呈现出语言的特色和美式幽默的风格，保存方式也更加先进。即便如此，基于 NES 主机当时面向更多低龄玩家，对内容的严格审查，这样一款有着诸多限制级内容的游戏必须要经过处理，一些脏话和粗俗的语言被替换，过于露骨的画面也做了调整，相比原版还是有些删减。原版游戏在欧美有着极高的地位，有诸多突破性的内容，并且对同类型的游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 NES 版虽然用手柄来操作光标略显笨拙，内容相比原版也有些收敛，但放在当时的家用机上也是一部相当优秀的冒险游戏。个人评价4颗星。不可能的任务，英文原名 Mission Impossible。 对于这个名字，大部分朋友最熟悉的应该是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碟中谍》系列，不过电影又是改编自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 CBS 电视台播出的同名电视剧。之前电视剧的中文翻译名比较常用的是虎胆妙算。1988年电视剧又出了续集《新虎胆妙算》，本作就是改编自1988年的电视剧，由科乐美制作。电视剧的内容也是讲述了秘密特工队不可能任务小组的特工们完成各种任务，这个小组简称 IMF。 在游戏里 IMF 小组的目标是侦破一起绑架案，一个名为邪恶7人组的恐怖组织绑架了知名的科学家和另一个 IMF 的特工香农里德。追捕行动从威尼斯运河一直延伸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特工们要潜入多个敌人的设施营救人质。游戏以俯视角显示，玩家可以操控 IMF 的3名特工麦克斯、格兰特和尼古拉斯，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技能，按下暂停键可以随时切换角色。左下方显示3个角色各自的生命值和 A、B 2个按键对应的角色能力。麦克斯的普通武器 A 键开枪射击，特殊武器 B 键放置有限数量的定时炸弹，可以手动控制引爆时机，它的移动速度最慢。格兰特按 A 键用拳头攻击， B 键扔催泪瓦斯，移动的速度最快。尼古拉斯按 A 键扔回旋镖， B 键可以短暂的伪装成敌人的样子，移动的速度普通。在场景里活动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也有些 NPC 的角色，但如果随便攻击平民会受到惩罚。虽然是个动作游戏，不过融入了不少解谜的元素，需要和一些角色对话获取信息以及重要的身份卡，还有些场景得按下开关获得密钥继续前进。每个关卡里设计的陷阱种类繁多，大量的时间要用来避开这些花样百出的陷阱以及死胡同。虽然场景比较开放，但分了6个关卡，每个关卡进入一些主要的场景之后，还分成了多个楼层，在不同的楼层之间转换时，有一段测试图的特写画面。除了有 BOSS 战之外，还穿插了一些不同的玩法，像是第2关在威尼斯，有一个类似间谍猎人的驾驶快艇的高速纵向射击战斗。第5关在阿尔卑斯山，有一段高山速降滑雪，一边享受滑雪的快感，一边和敌人战斗，还有些横向或者纵向强制滚动的场景。最后的内容是输入密码并完成一个类似棋盘的解谜。这款游戏在玩法上融合了很多的元素，有些像是合金装备和《七龟忍者传》的结合体，
但没有那么强调潜行，更偏向动作类的操作。有的陷阱设计不太合理，比较恶心人；敌人的 AI 比较糟糕，有时候表现得很笨拙。这些粗糙的地方加上很高的难度，很容易消磨玩家的耐心，让这部作品没法达到一流的水准。个人评价3颗星。任天堂橄榄球由东星软件开发，任天堂北美公司发行了一款美式足球游戏。之前也介绍过几款该类型的作品。本作最大的特色是可以使用扩展外设，最多4名玩家同时游戏。开始可选择的模式很多，有单人对战电脑、双人对战、2人合作对抗电脑、2v2 的4人对战和一个单人的联赛模式。4档可选难度，8支可选球队。这些球队和每支队伍的队员都是基于1989年 NFL 联赛的真实数据，但名字都是虚构的。来到比赛内，以一个俯视角呈现，画面会根据情况自动切换远景和近景。基本的操作，闪烁的队员表示可以操控，方向键控制移动。进攻时，如果4分卫拿球，按 B 键传球；接球手拿球，按 B 键是向前方扑倒；无球时按 B 键跳跃。A 键可以略微的提升移动的速度。防守时 ，B 键结合方向键扑倒 ，A 键略微加速，同时按 AB 键切换控制的队员。在停球后会出现战术面板，和很多同类游戏一样，4个方向键组合 A 键或者 B 键选择战术，进攻和防守都是8个战术。比赛过程中，屏幕下方呈现比赛的信息和一个简易的缩略图，有时还会显示队员的状态。每个队员有速度和力量2个参数，每个参数分成了5档，用横条来表示。另外还有一个该队员的体力消耗情况。经过了几年的发展，这个时期家用机上的美式足球游戏玩法框架基本上是固定了，特别是战术的选择和执行的方式。这款游戏用了俯视角，并且试图用远近景的切换来处理把握全局和多个人物活动之间的平衡。不过这种尝试并不成功，远景时人物的移动都很慢，完全体现不了激烈的比赛感觉，近景也缺乏动作的细节，做得比较潦草。俯视的斜向视角和方向键的操控不是完全对应的，有些别扭。整体的素质偏低，个人评价2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下期接着介绍90年9月的游戏。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点赞、投币、订阅、关注。感谢收看，咱们下期再见。